泰国呢换了一个亲美的总理上台了，那么中泰铁路项目啊可能会生变。泰国呢想要我们中方的技术，却要我们按照日本的标准来建，这个呀我们中国不会买这个账的。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说起来，这个中泰铁路啊，是咱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标志性工程之一吧。中泰双方呢都非常的重视，合作呢一直也挺顺利的。泰国在当年的铁路规划之中啊，它有2条重要的南北干线，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西线啊，就是连接曼谷和清迈的那条高速线嘛，总里程是达到了685公里；还有一条呢就是连接老挝的东线，全长呢是873公里。那规划的时候，这个规划时的时速呢是160公里，它是个快速线。泰国呀，在引进这个铁路建设的时候，他考虑的也非常的周全。当然，人家也要考虑的谨慎，而且也要有各种办法嘛，哈。他把这个西线就给了日本，让你这个中日在这边竞争，而东线这边呢，则给了我们中国。他为什么呢？一来啊，这条东线啊，它实际上是和我们已经建设好的中老铁路衔接的，那你交给中国，这就是一脉相承，这就更合适了。第二一个呢，其实泰国也想通过这个中日的竞争获得更大的利益，尤其是获得铁路技术，因此呢，他就引入了中日2国。而中日现在在铁路技术方面啊，高铁技术中日是这个不相上下，是各有优劣的。而在现在的各种快速铁路和新的这些铁路的建设上来讲呢，日本还是比中国很明显开始出现一些落后的一些情况了。不过呢，近日啊，关于中泰铁路就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中泰在这条铁路建设方面的分歧也逐渐的显现出来了，主要呢是集中在这个铁路的标准上。那泰国方面他就表示啊，说你中国的高铁和铁路标准啊和国际规范啊，这个所谓的国际规范啊，它不完全一致，所以呢，为了这个合乎这个要求啊，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审查，你中国呢应该靠到所谓这个国际规范上。这个泰国所说的这个国际规范啊，实际上就是日本现在所用的这个日本的国家标准。这个呢，你也不能说是泰国想把这个事儿就给搞黄了啊，完全交给日本，但是至少它有这方面的可能性。而泰国利用这件事情，利用标准的事情再来跟你讨价还价，这个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其实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和铁路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特别是在建设水平以及建设效率，在运营经验上，那已经是在日本之上了啊。现在目前啊，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所以我们中方在参与的项目中使用我们中国的标准，当然是理所应当了。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整个这一套标准，那是国际上最高的标准之一呀。所以说你说和什么国际标准不符，这个说起来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咱们呢并不是说人家日本的铁路，尤其是人家日本的高铁技术不好，那不是的，日本的这方面技术也相当的好的。事实上你看目前在世界范围之内最成熟最先进的铁路技术，那主要是中日，特别是在这个高铁方面，说实话除了中日之外啊，你看欧洲还有一点，但是欧洲呢基本上也是开始慢慢落后了。但是这个铁路建设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标准。这些年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有关这个标准的说法，所谓真正的强者才去制定去掌握这个标准吧。这个所谓标准啊，它就是一个规则，一个行业规则一个具体到铁路行业的一个规则，它其实也涉及到更远的一层意思。你制定规则呀，它不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事情，也不只是你一个铁路方面的事情，它是决定了未来整个体系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它是具有战略意义了。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这套体系，谁就掌握了未来这一套体系的利益分配和由体系所带来的各种的产业的布局。我们是在充分考虑了泰国的具体需求，以及和日本的这种激烈竞争的事态，还有相关的法律之后同意向泰国转让一部分的技术。但是呢，也有2个条件，而且这部分技术呢，它并不涉及到高铁的关键技术。我们提出2个条件这第一呢，你必须使用我们中国的标准，我们才可能给你进行这个铁路方面的合作我们不可能去用这个日本的标准或欧洲的标准给他去打工，那可是不可能的。第二呢，那在未来呢，你使用中国技术修建更多的交通线这样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推进这个事情，通过密集的交通网强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战略布局。泰国近期的这种变化呀，
首先呢是从他自己的具体的铁路建设的利益出发，这个其实无可厚非的。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和泰国现在的政局变化有关。泰国内部亲美势力呢，他会掌握更大的权力和资源，也许会偏向美国和日本。不过呢，亲美呢，它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反中。你况且他现在新总理皮塔，他是典型的这个泰国的政商结合的显赫家族，在他的家族和他背后的政商集团之中，和我们中国有非常深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呢，他就即便是这么深吧，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中泰铁路线目产生这种不可预测的这个变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啊，如果泰国你真的是完全依靠日本建设你自己的铁路网的话，那肯定会吃亏的。因为今天的日本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日本了，在铁路建设技术和效率方面，它已经落后我们中国了，而且在成本和资金上，那更是无法和我们中国进行竞争。